所以这边做圆弧又有一个连贯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柜子跟流出来了。欢迎来我们家。Hello， 我是 Anderson。嗨，我是 Annie。嗨，我是 AD。欢迎来我们家。好，我们家主要是旧屋翻新，那屋龄大概是接近20年的老屋，室内空间大概有26平，原本的格局大概是3个卧室，那我们这次有调整成就是2个卧室。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定义说一定要什么样子的风格，但是我们就是有找了很多图片给设计师，那设计师看过以后觉得我们喜欢的类型就是比较接近美式的风格，那之后他就出了个3D 图给我们，那其实就是很接近我们的喜欢的样子了。那因为我跟我太太以前很喜欢出国旅游，不管是国内国外都很喜欢啊，尤其是喜欢住一些饭店类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在家里的设计上面可以有融入一些就是饭店感，那尤其是卫浴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因为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娘家，那我从小住在这边，其实也大概知道这边的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就是靠近马路，那马路其实早晚的公车声音都很明显。原本的主卧房它就是靠近马路，蛮影响睡眠品质的。对，那这一次我们就特别有调整了一下空间跟格局，那把原本的主卧室改成了我们目前的更衣室。这是我们第一次，我跟我老婆自己出来住，我们希望是很多时间可以在外面的空间，所以我们房间的话，其实就好像就是只要睡觉就可以了。卧室的空间我们是用的比较小。对，那一方面是我喜欢看球赛，所以我是希望会有一个大的电视。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以前我老婆都会觉得我把洗手台好像用的不是很干净，所以我这次有一个特别要求，就是双洗手台。那一方面也是呼应前面就是有饭店的感觉。对，那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跟设计师的一些需求。在色系的部分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白色，因为我觉得白色就是经典，然后万年看了都不会后悔的颜色。但我先生就觉得说，就是好像整个屋子太白了，他不喜欢就是整个都很白。我们就是有跟设计师沟通，然后协调之后是一样以白色为底。那我们可能会是在配件上面或家具上面使用一些黑色的。刚刚有讲到跟我老婆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争执，我们家就是以老婆大人为主，所以我都是让着她。那其实我就有一些小小需求啦，就是我就是想要大电视、大桌子。那其他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我老婆做最后的决定。设计师其实是我们就是当初拍婚纱照片的摄影师介绍的。那摄影师有特别跟我说过，他有看过他完成的成品，那就是其实成品的品质都是不错的。那其实我蛮相信我们摄影师的要求，所以对他的设计有一定的认同。刚开始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设计师也很愿意就是了解我们的需求，那有尽可能在有限的格局变动下，然后去设计出最接近我们想要的样子，那却不会动到太多的格局，所以我们最后选择黑金。好，走吧。这是我们的玄关，那我们的玄关没有再特别做任何的隔屏，主要是为了让视野和空间是很开阔的感觉。那像天花板，我们整个公领域也是一个大的弧形天花板，那主要也是不想要有任何断开的感觉，然后让整个空间都是很开阔的。那这边是我们的收纳空间，那这边是设计师帮我们设计一个无衣柜，那因为它的深度比较浅，所以设计师帮我们设计衣服是用正面放进去，也可以放比较多件。那这个弧形柜体是因为配合天花板的4个角，也是做圆弧的造型，所以这边做圆弧又有一个连贯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柜子跟电视墙这样连接的话，做一个弧形的话，也会感觉比较圆润。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就还比较小，所以呢，柜体用圆弧的设计的话，也基本上也会是比较安全的。那因为我们选的电视有比较大，那所以设计师当初是建议说，后面就是用简单的颜色搭配一个特殊漆来做，就会比较简单，也比较大方。
这里是我们的沙发背墙，美式风格少不了就是线板的造型，但我们又希望我们的整个造型是比较呼应我们整个比较落大方的，那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说线板的造型太复杂，那设计师就帮我们是做中间一个大区块的线盘，那旁边2小块，那这样整体的感觉就比较简单大方，在清洁上面也会比较容易。其实我看了很多图片嘛，那我觉得现在就是人字拼的拼起来真的很漂亮。然后设计师也让我们看了很多的样本，那我从样本选了这个颜色，发现拼起来之后左右两边会有颜色的差异。那我有跟设计师反映，那设计师也就是拿更多的板材让我选，但是我们有特别去调整，可能把在沙发底下比较真的颜色移出来，那把原本看得到的地方比较白的地方移在沙发底下，然后做了这样子的调整。设计师还是都有倾听我们的声音。其实现在的大家都会有一个梦幻的那种开放式厨房。那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希望有一个很美式的开放式厨房，但碍于就是我们其实是老房子了，那要去牵动这些管线，都怕未来会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厨房保留在原来的位置，请设计师帮我们规划了这个铁件的玻璃，就是也是可以开放的感觉。这也是我们的餐厅哦。其实我还没有入住之前，就一直很想要一个超过200公分的桌子，因为常常会找朋友来，那这样子也可以容纳比较多人。餐桌后面这边是吧台的部分，那吧台因为疫情了之后，就是常常在家办公，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高的吧台，就是配合我跟我老婆的身高，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办公。这边就是还有做一个饮水机的部分，那这边可以在吃药啦，或者是倒水的话，都可以在这边做使用。其实，在最一开始，我们在讨论就是整个厕所是想要用刚刚讲的饭店式厕所，所以其实占了很大一个空间。不管是因为有小孩，或者是常常会找朋友来家里的话，有额外一间厕所，不管是会给小孩使用，或者是客人来的话给他们使用，所以我们这边是规划一个半套的卫浴。主卧颜色主要其实也都是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我跟我先生都能够接受的颜色。那像我们现在开灯的时候，你们看到的这个主卧的背墙呢的颜色看起来是比较深色的杏色，但是它如果灯关了之后，它其实是会呈现比较灰色系的。那旁边呢，因为怕单一色调会比较单调一点，所以我们就搭配了一个淡淡的粉色。这里就是我们的主卧卫浴。那这里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卫浴跟后面的更衣室是连在一起的，整个就是有一个饭店的感觉，那我们就是最想要的。那这就是我们的双面盆，那我可以跟我老婆一人一个，然后上面也是用大镜子的设计，里后面是一个储物的空间。那当初就是想要做一个干湿分离，然后有花洒，另外希望有一个浴缸，没想到设计师可以帮我们用一个角度去做一个比较特别的浴缸，所以让我们有一个大浴缸可以使用。这就是我的梦幻更衣室。其实因为这个空间是面对马路的，那声音比较嘈杂，所以我们把它跟主卧的空间对调了一下。那这边的采光非常好，那我坐在这边化妆，光线都非常的充足。其实会有这个卧榻的设计呢，是希望可以跟我的其他好朋友或是姐妹们一起在这边讨论保养啊、彩妆啊、香水。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一起开封产品，然后一起研究、一起使用，可以一起维系感情。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也有试过，就是设计师画完图之后，我们想要自己去找统包来乘坐，但是后来听过很多人经验谈，那也觉得说其实找设计师会是比较单一窗口的这样子。整个工程做下来之后，也是真的觉得还好有找设计师，因为设计师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原本的设计图已经都确认了，那你边做你可能会有新的想法，那你想要再做调整，设计师也都很配合我们的需求，那在我们需要加强的地方或调整的地方，他都会及时的跟师傅做反应，所以我觉得整个配合下来，设计师是很好沟通，那也很能够满足屋主的需求。那因为我们2个都是上班族嘛，
所以时间可能都是下班时间或者是一些比较破碎的时间。那其实我们跟黑金的那个设计师，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回答我们。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个装潢过程，可能有时候师傅会有一些碰撞，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没有用得很好，他都可以在很快时间他就来做一个更换，或者是随时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调整。那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个地方。因为之前一直是跟家里住，所以一方面就是可能放假回家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不自在，所以很喜欢出国玩或者是出去住饭店。其实一方面也是这个原因。那现在有自己的家之后，反而就是没有那么常出去，那自己在家里。跟老婆小孩其实在这边都很舒适，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地方。虽然以前可能也是跟家人一起住，现在的房子是你自己打造出来的，那也是针对自己的需求去规划出来的。那不管是在收纳或者是生活习惯上面，其实就是可以比较随心所欲，那也比较不怕就是可能互相影响或是打扰其他的家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归属感，那也真的觉得终于有自己的家了。您也是经由设计家网站找到命定设计师吗？欢迎填下方表单，填完就有机会到你家进行拍摄哦。